在这个100万人口的镇上，我守着仅有的一家超市2年，竟从没卖出去一个商品。可我每天却在不停地进货，甚至库房都已经装不下了。我也依旧没有停下来。那是在不久前，店里来了一个穿着将军服饰的男子，拿着银锭买东西。我抬起头打量来人，结果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脸吃惊。你这是拍戏呢？傅天不懂拍戏的意思，满脸疑惑。他试探着问了一句：“你这里可有顶饱的吃食？”我愕然，那一排排的方便面、小零食、小面包，不是吃的吗？随后我一拍脑袋，从柜台下拖出2个箱子，全是压箱底的压缩饼干。压缩干粮最顶饱，1块可以顶1顿饭。傅天接过来，他满是好奇：“怎么卖？10块1包。”傅天没见过这东西。10个铜板吗？那倒是挺划算，可以拆开看看吗？当然可以。傅天翻来覆去的扯包装袋，不会打开包装。这莫非是个傻子？压缩饼干都不认识了？但我还是耐心示范，打开之后递给他。他看着扁平的一小块，闻了闻，有点香，迟疑一下，咬了一小口。香、甜、咸、酥，还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干。我见他吃的掉渣，又递上一瓶水，喝吧。傅天打量着这透明的陌生东西，准备用嘴咬瓶盖。我很是震惊。完了，真是个傻子，矿泉水都没喝过，真是可惜了这张脸啊。随即我无语地拧开瓶盖，再次递了上去。傅天喝了一口，水很干净，没有任何异味。紧跟着，他快速地吃掉压缩饼干，喝光了水。随即，他的目光落在剩下的2箱压缩饼干上。那东西遇水则发，再吃你会撑坏的。这2箱怎么卖？2箱有40包，一共给400块就成。傅天随手丢出一个银锭，不用找了，若是好，下次再来。说完，傅天抱起2个箱子转身就走。我看着面前的假银锭，纠结了3秒。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他走的是后门。喂，后面是死胡同，出不去！我追了上去，谁知他人一下就不见了。难不成是遇到了鬼？可是手里的银锭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来想去，我关上超市，拿着银锭就去了当铺。没想到这个银锭竟然是真的。当铺老板当即出价6000块，但那个男人买的2箱压缩饼干成本也就300块，我真是赚翻了。想起那个帅鬼说下次还来，我果断直接进了20箱混装口味的压缩饼干，还有几箱水。我拼了，万一搏一搏就单车变摩托了呢？要成功先发疯。而另一边，傅天抱着2箱饼干，半信半疑地回到了位于沙漠边缘的城池。当军医牛大夫看到傅天面前的压缩饼干时，顿时傻眼了。傅天掏出1包压缩饼干，撕开递过去：“你查验一下这东西有没有毒。”牛大夫一脸懵，闻了闻，舔了舔，又弄来1碗水泡开了，仔细检查一番。少将军无毒，这是哪里来的？牛大夫满是崇拜地看着傅天。大军自从打到雍州城外，就缺水缺粮，将士们都好久没吃饱饭了。这时傅天沉吟道：“我是在一个小巷子里买的，各队现在去市里收集银两，跟我去再买些这种东西。”这东西是买回来的？这镇上还有商户吗？副将也是一脸担忧。将军，这东西我们从未见过。再说这地方早都打烂了，哪里还有商户？一定要慎重啊！大家开始纷纷劝说。傅天看向2个副手：“那你们还能有别的法子弄来粮食和水吗？”副将闭上干裂的嘴，沉默了。现在的困境，他们只能赌一把。很快，傅天便再次带着30人全副武装走入那个巷子。可是后来却发现，只有他自己才能走进超市，其他人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看到傅天来了，我起身迎了上去，但被他手中的刀吓住了。我干笑着往后退。你来啦！傅天看到我视线落在刀上的惊恐，下意识解释：“我来买东西。”随之将一堆银子铜钱都放在了柜台上。这些能买多少上次那个饼和水？我看着柜台上散落开的银锭和铜钱，目光被2个银锭给吸引。这2个银锭比上次的大。我吞了口唾沫，努力平静地指着角落：“刚送来的20箱压缩饼干和水，你都拿走，暂时只有这么多。”傅天点点头：“那我下次来能不能多备点，各50箱？”没问题，明天你来取吧。傅天取走货时，我将后面库房放着的几箱方便面和几个午餐肉罐头给了他。想了想，又给了他一瓶白酒。等东西都拿走，人也离开后，我马上关门，又去了当铺。2个银锭一共卖了2万块钱。回家路上，我忍不住思考：看这个架势，那位鬼将军还会再来？这可是大客户，我得抓住了。回到家，我直接将今日得来的物件全部塞进保险柜，又多进了一些压缩饼干和水。第2天早上，欢迎光临提示音响起，傅天走了进来。看到门口一箱箱的压缩饼干和矿泉水时，他并没有马上给钱，而是逛了一圈。你这里的吃食中最顶饱的是哪种？我毫不犹豫指向压缩饼干。你上次吃过了，又方便携带又饱肚子，士兵、野外急行军都用这种的。这种你还能准备多少？你要多少就有多少，作坊里一天能做好几千箱。傅天在昨晚就盘算过了，1万人的军队，每人每天2包就能保证不饿坏。我想要5000压缩饼干和5000箱水。我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
张嘴就是1万箱，真是传说中的鬼话连篇。与此同时，我总算意识到了不对劲。鬼也吃干粮吗？鬼不是吃香火的吗？这是定金，你让他们做，明日我来拿。随即他就把袋子往我身上一丢，我下意识就去接，谁知下一秒布袋就往地上掉去。傅天一把拎起布袋就放到了柜台上面。这里是黄金100两充作定金，若是能成，取货时我再给你黄金200两。我愣住了，脑子里全是刚刚傅天帮自己接住布袋的触感，那粗糙温暖的触感是有温度的。我忍不住开口，满脸震惊：“你竟然是人！”傅天的眼睛骤然眯起，不敢置信：“你以为我不是人吗？”我指了指后门：“我这后门是条死胡同，里面根本不能过人。你每次出门之后就毫无踪影。”我每次都从这里走啊。这才是能出去的前门。傅天看着前门，沉默几秒后，大步流星地走了过去。突然，一股无形的力量结结实实地挡在了他前面。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傅天，在离门1公分的位置停住了。我吞了口唾沫，拉过一条塑料凳，示意傅天坐下。我觉得我们需要聊一聊了。一番开诚布公的交谈过后，我消化了一下，小声开口：“所以你是大梁的将军，攻打雍州卫国，现在停留在一个叫西麻镇的地方，然后阴错阳错地走进了我的铺子。”我的将士需要很多的食物和水资源，希望萧姑娘帮忙。1万将士的粮食和水，那得是多少钱啊！我也算是白手起家了。傅天走后，我马上查看起布袋中的定金，是朴实无华的10锭黄金。随后我拿起2块金锭装在挎包里，把昨天的铜钱一起装上，再次前往当铺，想进5000箱压缩饼干和水至少要80万。我没钱，只能先去卖金锭，顺便鉴定一下这金锭是不是真的。姑娘又来了，今天有什么好货？我从挎包中掏出了几个铜钱放在茶几上，戴鑫立刻就拿起认真查看了起来，最后给出了2000元一个的价格。我想着家中保险柜还有一大把这种铜钱，痛快的点头同意了。戴鑫给钱后试探着开口：“萧姑娘还有没有别的好东西，给我长长见识了？”我拿出了一坨卫生纸放在茶几上，戴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那坨卫生纸。当金黄锃亮的一块金锭出现时，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这是金锭！”他兴奋不已，小心翼翼拿起来，仔细看过后又称了一下，是10两金锭没错。戴鑫整个人都兴奋起来：“这东西你也要卖吗？”我点点头，煞有介事：“我急需用钱，没办法。”好，这个金锭给80万行不行？我果断点头答应下来。很快160万到手了，我高兴地离开了当铺，马上跟批发铺的老板亮叔打电话订货。可是亮叔却吞吞吐吐的：“亮叔，是调货有问题吗？”妍妍啊，你没回来前，这个铺子不是你姨妈管着吗？她在外头以燕燕超市的名义赊欠了很多货款。我吃了一惊，吓得腰板都挺直了。我这不是要给你调货吗？得跟周围各个老板联系。有几个之前就问我欠款的事情了，他们肯定会先来找你要账，才能配合调货的。听亮叔说了情况后，我惊呆了，没想到葛春玉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之前常年供货的那几家我都打个招呼，告诉他们换老板了，怎么还赊欠了那么多？几个老熟人听你说了以后，就没再赊欠了。他就另外找了几户批发商赊欠。我瞬间就明白了，多谢亮叔告诉我，麻烦你回头告诉他们实情，让他们东西给谁就找谁要钱，要不到就抓紧时间起诉。这次调货我先给定金。亮叔答应着挂了电话。临近中午时，亮叔送来了第一批货，3000箱压缩饼干和2000箱水。我毫不含糊的直接将这批货的尾款付清了。亮叔高兴的鱼尾纹都在跳舞。这批货我没有压价，反正差价大到1本万利。不多时，傅天来了，看到装满货的后门，眼睛亮了一下。我指了指旁边的2个小拖车，你一个一个拖车往外拉，空车回来我这边再给你装。傅天答应下来，先将一个羊皮袋子递给我。我打开袋子一看，20块金锭满满当当装了一袋子，真晃眼睛。随着一车车的货物拉出去，很快库房里的水和压缩饼干就都交付完了。傅天没犹豫，转身就要走。眼下这几千箱物资足够他们先攻城了。走到门边，傅天想起了什么似的：“肖老板，你这里可有治外伤的药和清洗伤口用的烈酒吗？”你是怕打仗受伤以后没有药物是吧？这个好办，你给银子，我给你去调货。傅天丢下一句你等等，转身就出去了。不多时，他冲进来，又递过来一个袋子，里面有20个银锭和10个金锭，暂时只有这些。若是不够，等下回我再拿过来。我也干脆看过之后就答应了。双方都很默契的没有说价钱。我是因为不清楚行情，傅天是知道伤药在战时的珍贵，战时的伤药就是一条条性命，只要能弄来伤药再贵也是值得的。一开始我想买医用酒精，可问了几家药店后，人家根本没那么多货。我想了想，直接给附近一个酿酒坊的吴伯打去电话。吴伯酿酒20多年了，听我说想买最烈的酒，他喜上眉梢。我的双蒸酒有60度，如果你要的多，我给你算10块。我一口答应，我要300斤。
吴波虽然很惊讶，但还是将300斤双蒸酒送到了我的超市，拿走了3000块，解决了酒精。我又直接在网上买了止血粉气雾剂、伤口免封敷贴和消炎退烧药，退烧片1瓶100片，先来上100瓶，还有创可贴和免洗手消毒凝胶等，都买完了。我大致看了一下，总共花费差不多5万，就先这么着吧，也就几十倍差价而已。很快，亮叔的又一车货物到了，看到之前还被堆得满满的库房，这会儿又空荡荡了，亮叔很是诧异。你前面的货都交出去了？对方给了钱，我就让他拉走了。亮叔麻利的卸货结账，临走前，亮叔又一次说起了葛春玉赊欠货款的事。那几个批发铺子的老板说了，他们晚上会来找你，商量看怎么处理。要不你提前做些准备。知道了，亮叔，我会做准备的。等亮叔离开后，网上买的药也到货了，大大小小好多个箱子。我索性把前门关上，只开着后门。天擦黑的时候，傅天再次踏进了我的超市，大步流星走到了柜台前。他身上有浓重的血腥气，铠甲和下摆上都沾染了暗红色的血渍，脸上倒像是刻意擦干净过，头发却乱糟糟的。他一进来，眼睛就开始四处看。我忙将装药的箱子打开，这是我给你买的药，可能和你们用的药不太一样。这上面的字你认得吗？傅天看了看，直摇头。我就猜你不认得，你们的字我也不会写，我念给你听，你自己写了贴在上面带回去用。多谢。我直接拿出一大包用来写价钱的贴签，简单的念上面的使用方法和对应的症状。傅天抓着水性笔在上面写，我又指着那10来个塑料桶，这里面是你要的烈酒，你要不要尝尝？他眼神动了动。不用了，今晚还要攻城，严禁饮酒。那行，你都拿走吧。若是效果好，以后我还找你。我笑得灿烂。没问题，你只需要照着上面的说明用，就一定有用。傅天很快用小拖车将东西都运走了，临走前说明天他还来。等后门重归平静，我赶紧上楼，将这次他给的10个金锭塞进保险柜。等我将前门打开时，天已经彻底黑了。就在此时，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下，下来4个人径直走进超市里面。老板呢？叫老板出来。我爸妈去年出车祸走了，你要找我爸妈有点难，只能去下面找了。这时，一个蓝格子衬衣的男人走过来，语气倒是和善。我今天听亮叔说你在调货，进了很多压缩饼干。我是飞翔批发部的老板魏翔。过去1年，嫣嫣超市在我那里赊欠了3万多的货款，他们3个情况跟我差不多。请问你和之前的那个老板娘葛春玉是什么关系？他3言2语将自己的来意说得清楚明白。那是我姨妈，去年我父母意外过世，她说想看着超市，如果你们要追债，就直接找我姨妈。我接手的时候，她和我签了合同的，互相不负责。说着，我从柜台中拿出了之前准备的合同给魏翔看。魏翔看完脸色不好看起来，他已经跟亮叔打听过了。再看这合同，立刻确认自己被葛春玉给骗了。旁边的3个男人脸色也不好看，其中一个不甘心，反正都是你们一家的人，他欠债了你来还也是应该的。再说了，你不是才做了一单大生意吗？这点钱对你来说算什么？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是我姨妈，又不是我妈。我做了大生意就活该给她背锅吗？如果你要追债，你可以直接找她，她不认账你就去起诉她，告她欺诈。几个男人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想起自家姨妈那个斤斤计较的嘴脸，我直觉这事儿没完，却不知道此刻傅天正带着士兵夜攻雍州城。白天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有许多受伤的。牛大夫听了傅天的介绍，将手洗干净后，戴上了那个软乎乎的无菌手套，给大家清理伤处，喷上了那个喷雾剂，吃了傅天带回来的一颗一颗的药，竟然没发热，伤口还结痂了。这药这竟然这么厉害的吗？从前一场战争下来，伤兵至少也有几百不能再上战场，可今天这样处理了伤口过后，轻伤兵士再上战场一点问题都没有。雍州终于被攻打了下来，城破时驻军将领怎么都想不通，他们不是说缺吃少喝好几天了吗？怎么如此勇猛，都不怕死吗？但回应他的不是副手，而是一支透胸而过的箭。城破后，傅天回到了西麻镇，第一时间就跟牛大夫确认伤兵的数量和所需的各种药品数量，列完了清单。傅天又命人将雍州城搜出来的金银锭都送来，还有钗环首饰和衣料选好的送一批过来。第2天一早，我刚打开超市后门，傅天就推门进来了。仗打赢了，不用穿铠甲了吗？傅天也脸色微红，今日是特意换洗打扮了一番。随后他将面前的匣子推过来，这是送你的。匣子被傅天放在柜台上打开，里面竟是满满当当的珠宝首饰。我反应过来，小心翼翼的一样一样从里面拿出来，里面有镶嵌宝石的发簪、耳环、项圈、戒指和手镯，做工很精致，还有巴洛克的珍珠镶嵌在上头。细看却都能看出，这是古代的能工巧匠们一点一点纯手工制作的。我只觉得心里沉甸甸的，这样一匣子的珠宝首饰，
在古代只怕是价值不菲。这是哪来的？昨夜攻城，富户们家中搜出来的，我捡了好看的给你挑了一匣子。别是死人的东西吧？只要了东西没杀人。我的心放下了一半，没有沾染人命就好。这次你想要什么？这些是送你的，买药的金锭我额外准备了。接着傅天从袖子里掏出一沓单子念给我听，我一听也是吃了一惊。这分量搬空一个药店都不够，你这个也太多了，我不确定能给你买来这么多。我先记个数，然后出去问问情况，再给你答复。傅天表示理解，约好了晌午过来，就准备告辞。可是看到货架上的方便面时，他顿住了脚步。这个你之前送了我2箱，味道很是不错，这个怎么卖？我一看笑了，方便面调料包的味道可都是科技与狠活，古人哪能扛得住诱惑？你喜欢就送你2箱，你如果要买的话，5两银子10箱。这个是加量大包装的方便面，1箱进货价也要将近60块，5两银子的银锭等于6000块，只赚9倍的差价，我已经很良心了。随即傅天递过来一个10两银锭。我这里货不够20箱，晚点给你调货过来，你先拿2箱走，算我送给你的。傅天没客气，抱着2箱方便面要走。我又给了他2大包淀粉肠，你把外包装撕开以后，里面的肠放在泡面里一起吃，很好吃，你尝尝。傅天看着淀粉肠点头，目光落在了下面货架上的白酒上。上次你送的烈酒，我的部下们说味道很不错，可那个酒，牛大夫要给保安们清洗伤口用，不让喝。部下们打了胜仗，想喝酒庆贺一下，你可否再卖些酒水给我？没问题，中午过来拉酒和方便面。我果断答应了。傅天这才有些不舍地走出了后门。另一边军营中，牛大夫早已经等在营帐门口，一看到傅天搂着箱子回来，立刻激动地迎上前来。又拿方便面回来了，这个是什么？萧姑娘说这是淀粉肠，扒皮后可以直接吃。我先看看有没有毒。牛大夫说着，主动将方便面和淀粉肠接过去，拿着碗筷准备试毒。随着方便面香味的飘散，无数双眼睛看过来，嘴角流下不争气的泪水，好羡慕牛大夫可以试毒。目送傅天离开，我站在原地呆愣几秒，突然反应过来一般，将首饰都收进保险柜里。20几年了，第一次有人送自己黄金宝石，就冲这也要把这生意做圆满了。随即准备出门吃早饭，我去了经常去的那家粉店，在食客中找到了药房的老板叶玉斌。大清早的，叶玉斌的米粉碗旁边就放着一支冰啤酒，正不紧随慢地嗦一口粉，喝一口啤酒。不多时，我端着米粉坐在了叶玉斌面前。叶叔吃早饭呢？我听说你做了段大生意。我咧嘴笑没否认，在镇子里就这样。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这会儿谁都知道了。眼看着叶玉斌一瓶啤酒喝完，米粉也差不多吃完了，我3两口扒拉完碗里的米粉，追上了叶玉斌。叶叔，我有点事情跟你请教。果然如此，我就说你如果没事肯定不往我身前凑。他用钥匙扭开锁头后，掀开店门，拖出个塑料凳给我坐。你找我什么事儿？我有个朋友想买些药，因为量比较大，所以托我来问问你。叶玉斌随口问多大的量，我摸出单子递过去。他看清楚了面前的字以后，眼睛蓦地瞪大了。这么多，他们这是干什么用的？不会是骗人的吧？你可别被人给骗了。一个大公司准备搞野外拉练，听说是强度很大，所以提前预备一些药品。本来可以自己联系医药公司的，但是因为跟我关系好，所以想让我也赚一点。叶玉斌又一次认真看单子，单子上都是一些常用药，他难得认真，思前想后，终于点头。你上面这些药我可以去给你进货，最快也要3天，你看行不行？我果断点头。太好了，那最快的一批什么时候能给我？我那边急要。我这就去给你看看，到底还有多少库存。现有的库存都在这里了，你先拿回去，剩下的3天以后我给你送去你超市。谢谢叶叔。等3箱药放进了库房后，我又去了酿酒坊找吴伯，准备订2000斤烈酒。吴伯激动的脸色都红了。这个56度的，你尝尝看好不好喝？我对酒没兴趣，从嘴里一路辣到胃里，到胃有什么好喝的？吴伯也不勉强，还要了10块钱1斤。我让他用塑料桶装好送来超市，就自己先回了家。我之前打电话订了方便面，要回家等人送货。超市门打开后没多久，亮叔送货的车就停在了门口。卸完货后，等着我结账的功夫，他一边擦汗一边说着最新情况。我听说那4家准备去告你姨妈，昨天他们都来了吧？没出什么事儿吧？我核对无误后，将钱转给了亮叔。能有什么事儿？我把话说清楚了，也给他们看了合同，他们就没话说了。亮叔满意的离开了。
很快，吴伯的酒也送来了，一律都放进库房中去。准备就绪后，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将前门关了，再次打开了后门。没多久，傅天进来了，带着一箱子金锭。300两黄金算是这批药和酒的费用。我表示很满意，同时告诉傅天，以后别给我银子，我只要金锭，而且要完整的，没有磕碰变形、有印戳的。没问题。这次抄家从那些富户家中拢共抄出黄金数千两，够来这里买好多次东西了。方便面很好点数，2000斤酒出乎他的意料。这酒1人1碗也就没了，能否多要一些？我也不解释，打开其中一个桶倒了一点出来。你尝尝。傅天尝了一口，下一秒五官挤成了表情包。酒太烈了，这样的酒1人1碗还不够吗？够了够了，没想到这酒这么烈，若是喝太多容易误事。我给他拖了个塑料凳在柜台外，傅天熟悉的坐下，将金锭交给我。我打开看了看，又是30个金锭，2000多万呢。我抖擞精神，指了指手机里拍下的药品清单。这些药还需3天才能备齐，你那边来得及吧？来得及，3天内应该不会有撤离的命令。这些药也并非都是现在就用，而是为以后准备。后续傅家军会被调走，届时再想来你这铺子就不容易了。所以军中的大夫建议，趁着我们还在这里先囤些药，防备以后没地方买。我听得一阵愕然，大脑开始迅速思考。这超市他都能跨过时空进来，区换个城市肯定也没问题。想到这，我宽心一笑。你放心，你无论在哪里都应该能进得来，只要心里默念着超市，然后向着东走10步就可以了。其实我心里也是很紧张，不来怎么能行？这可是自己致富的大客户呢。傅天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他立刻就跑出去了，然后不一会儿又跑了回来，兴高采烈地在跟我确认，真的能进来。我刚刚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平地上走进来的。我也高兴，唯一的客户维护住了。一高兴，我递过去一瓶奶茶，我请你，免费的。傅天接过拧开喝了一口，顿时瞪大了眼睛。这个味道很香甜。我点点头，又抓了一把小包装的肉干，还有这个小零食，你也尝尝看。好吃，这是肉干吧？我们也试着做过肉干，味道却没有这个好，而且天热容易坏。这个不会坏掉，它做了防腐处理，是真空包装，里面没有气。你若是带了打仗的时候吃，这样的天气最少能放1个来月都不会坏。这个好，你这里有多少？一会儿我都要了。我高兴地将整整一货架的小包装食品都放到了平板拖车上。随后傅天又说起了装酒的塑料桶，那个等装了水以后不会变味，比牛皮水袋好，下次能否卖一些给我？我一口答应，还热情介绍起各个不同规格的塑料桶。傅天看我用手比划的大小，二话不说选择了10斤重的。时间过得飞快，眼看着半下午过去，傅天意犹未尽，却也知道自己该回去了。这些一共多少钱？你看着给就是。实在是之前赚太多，现在开价都不好意思开了。该给多少就给多少，我总不能占你便宜。我依然没开价。看着办。傅天想了想，给了一个10两金锭。这些可够了。够了。那我先走了，明日我再来。劳烦姑娘帮我准备1000个塑料桶。我点头应允，同时还不忘记打预防针。1000个未必明天就能准备完，到时候有多少个我给你拿多少个，剩下的尽快给你。傅天点点头，起身要走，却又行动有些迟疑，黏黏糊糊的。我也不催促，这可是头号大客户，待多久都是对的。终于在我含笑挥手告别中，傅天大包小裹地离开了超市。旷野中的士兵们看着显出身形的傅天，熟练地上前接过他身上的塑料袋。今天是庆祝的日子，我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入夜后篝火燃起来，牛羊肉烤起来，一桶一桶的烈酒也被搬出来。安排好轮岗的人后，剩下的将士们1人2两烈酒，牛羊肉随便吃。一开始大家还觉得这酒太少了，谁知2两喝完，居然醉了将近一半的人。大家这才知道这酒到底有多厉害。傅天坐在人群中，时不时应付着前来敬酒的将士。一干将领们吃着小包装零食，边吃边聊，不亦乐乎。这么好的下酒小吃食，根本停不下来。傅天见他们吃得高兴，忍不住想起我的话。这些东西你们从前没吃过，若是一次吃的太多了，肠胃难免不适应。如果吃坏了肚子，记得吃这个止泻药。傅天怕吃坏了肚子，今晚很注意不多吃，而且他之前都吃过了。这个隐秘的优越感让傅天嘴角上扬。这边我送走了傅天，才想起来自己还没吃晚饭。本来想把生意做完了就去吃饭，谁知道今天他抽什么风，居然聊到这个时候。不过赚了这么多钱，我1秒钟就原谅了他。将金锭送到上面去放好后，我又给吴伯打了个电话，让他帮忙订1000个10斤的塑料桶。吴伯一口答应下来，说是回头告诉我价钱和存量。看着空落落的零食货架，我忙又打电话给亮叔，让他明天送些小包装的零食过来。刚挂电话准备算账时，门外进来一个人。
嫣嫣啊，那个欠货款的都追到我家来了，你怎么不还债啊？我抬头对上一张熟悉的脸，是姨妈葛春玉。姨妈，你怎么这个时间来了？你一个人来的？我都听说你做大生意了，满城掉了几万箱压缩饼干，都赚这么多钱了，那点货款怎么不舍得还掉？姨妈当初上了当，以为这个超市能赚钱，可最后不仅没赚钱，还赔了钱。你说要回去这个超市，我一分钱没要也还给你了。如今你发达了，怎么还要姨妈往里面填钱呢？我目瞪口呆，事情明明很清楚，为什么从葛春玉嘴里说出来，就好像都是我的错？葛春玉那边还在喋喋不休。我也不要你给我工资了，我这一年就当白打工了，可你不能再让我亏钱进去了。我打断了葛春玉的话。姨妈，既然你说的这么有理有据，不如这样吧，明天我请外婆一家，姨妈你们一家，我们一起坐下来吃个饭，把这件事情理清楚，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行不行？那行，你定好了位置，在家族群里发出来。葛春玉得意洋洋地离开了，我忍着气坐在柜台里发呆，不觉落下了眼泪。没这么欺负人的，马上订了明晚余味酒楼大包间，信息发在了家族群里。有些事情是应该做个了断了。第二天清早，吴伯的1000个塑料桶就送来了，都是10升容量的。我干脆利落地结了账，让人将塑料桶放进库房，就把前门关上了，然后打开了后门。几乎是刚开门，傅天就走了进来。今天他穿一身绛红袍服，依然是白玉冠束发。你是不是等了很久了？不然哪有那么巧？我照着你说的法子找到了超市，门却没开，我就站在原地等着。傅天似乎不想在这件事情上纠缠。塑料桶到了吗？已经到了，今天就可以都带走了。他却没有直接给钱拿东西走人，指了指空荡荡的零食货架。我的部下们都觉得这个好吃，还能不能再来点？没问题，估计一会儿就送来了。他的视线又落在了那些花花绿绿的包装上。还有什么好吃的你都给我说说。这事儿我爱干啊，我立刻将那一整排挂着的零嘴都拿了过来。这个叫鱿鱼丝，是海里头的一种鱼做的，你尝尝。这个是溜溜梅，你们那儿有蜜饯吗？就是那玩意儿差不多，你尝尝。还有这个是花生，各种口味的小面包，你也尝尝。傅天听却每样都尝了，除了鱿鱼丝，其他的全都要了。眼看着又有2面货架清空，傅天还不知足。还有什么好吃的？我回头再给你弄些你没吃过的，然后你选你爱吃的告诉我，我再给你去进货。身为本超市唯一的顶级 VIP 客户，您值得拥有1对1定制服务。对了，你们接下来怎么安排？现在还不知道，朝廷已经派人来了，等人到了就知道了。如果你离开了雍州城，会去哪里？可能会回京，朝廷大概会让我爹留在这里继续领兵，让我回京做人质。只有把儿子留在京城做人质，皇帝才会放心将我爹和傅家军留在边关。那你岂不是不能再继续领兵了？上万人军队的吃穿用度就不能找我采购了。所以我爹说，让我趁着还在这边，尽量从你这里多采买一些能留给傅家军的东西。你说傅家军还需要什么？1万人啊，买点啥不是成千上万的？你等等。然后过了片刻，他用平板拖车拖进来一个箱子，箱子打开，里面是齐齐整整的一箱子金锭。这里有5000两黄金，你看看能买多少东西，都给我安排上。这几天就要，越快越好。等朝廷的人来了，只怕这些黄金就要上交给朝廷，还不如给傅家军换点东西呢。我一脸兴奋，5000两黄金，可是18000多克啊！哪怕熔炼成1坨论克买，也能卖1个亿啊！若是按照一个金锭80万呢？天价大单来了，金钱的能量让我浑身细胞都调动了起来。衣食住行，你们的傅家军最缺什么？免衣免血，等再过些日子就开始白天热晚上冷，那是真的会冻死人的。还有烧水用的大锅，那个压缩饼干若是能弄，再给弄一些。这东西不占地方还不容易坏。还有药，你那个止泻药和其他药都特别好用，若是方便，还请再给准备一些药。我点点头，直接拉过一张纸来，手机搜着网店的价格，跟傅天开始盘算。1万套棉衣棉鞋，直接订货，让人送货上门。大铁锅不要，那种不锈钢的汤桶就很好，商业用途的容量很大，不容易坏，带着走还轻便。零零总总至少要200来万，若是加上压缩饼干和药，那就要再加100来万，300万啊！我的钱不够了，要用你给的金锭先去换钱回来，才能继续进货。时间紧迫，要不你先走，我先去忙。
傅天刚刚看我用笔写画画，嘴里念念叨叨，就觉得我特别厉害，忍不住都看呆了。听我这样说，傅天忙起身：“好，那我先走。这次的水桶多少钱？”不用了，你这些金子够你这次订货的所有东西了，还剩不少呢。傅天深深地看了一眼我，转身走了。傅天一走，我就关了门，背着双肩包就往当铺去了。我敲门进去的时候，戴鑫正在烧水准备泡茶。他看到我进去的瞬间，立刻起身迎了上来。你还收金锭吗？上次的那种。戴鑫打开几坨卫生纸，一共4个10两金锭，检查一番，跟上次的相同。戴鑫直接爽快地给了320万，看来他是个识货的。下午到家时，亮叔那边将我要的方便面零食都送来了。我开了库房门，让亮叔将东西卸进去，然后货架上我也重新摆好商品。后门刚打开，傅天就进来了。这次他倒是没等很久，就是时不时又试试看能不能进。之前跟你说的那些方便面和小零食都来了，你看看，没吃过的都尝尝，选你喜欢的带走。傅天看了看小零食，我都带走吧，他们爱吃。这个下次给我多来一些。没问题，真是科技改变生活，连古人的零食爱好都改变了。最快明天下午就送货过来，你明天下午来拿第一批货吧。好。傅天答应着，人却不走。我看他左顾右盼的，就是不走，于是又跟他介绍起店里他没尝过的各种吃食。如果说各种饮料打开了傅天的眼界，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则让傅天眼睛都瞪大了。就这么个柜子，这些冰激凌在里头就不会融化？那是自然，饭菜放这里头也不会坏，放几个月不成问题。给我来几个这样的箱子吧。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语气平和真诚。那个傅将军，这冰柜需要配合有电才能使用，电这个东西你们那里没有？傅天愣住，电又是一个他没听过的东西。你见过雷电交马的场景吧？那闪电就是电的一种，但是我们现在用的电没有那么大的流量，我们用的这个电就是稳定没那么危险的。我懂了，那怎么才能有电？想发电是能做到，但是你现在想不合适，你们现在不适合锋芒太露。确实如此，我们父子2个率领的傅家军本来就被忌惮，如果再多出这种逆天的东西，谁知道皇帝陛下怎么想？谢谢萧姑娘指点。最终傅天用泡沫箱装了一箱冰激凌走了。傅家军的将领们吃到冰激凌的瞬间，眼睛都瞪大了。谁能想得到，这遍地黄沙的雍州城居然能吃上冰，而且还是这样好吃的冰。等傅天离开后，我便关上了超市，拿了2瓶白酒和4瓶饮料，开着新买的车往余味楼去了。是时候去会会这帮所谓的亲戚了。不多时，外公外婆和姨妈同时到了。先吃饭，吃了饭再聊，免得一会儿闹起来，大家吃不下饭。事情要不还是先说清楚，免得我心里不踏实。我看他一脸志得意满的样子，心里突然觉得好笑。既然他非要急，那就现场说吧。于是我笑着点头。那行，姨妈，要不你先说说情况？也行。之前小妹走了，我想着他们超市就这么关了可惜，所以就说去帮忙看铺子。谁知道1年下来1分钱没赚，还赔了。我也不叫嫣嫣给我开工资了，但是我亏出去的货款，嫣嫣就不能再叫我填了。你们说是不是？随着葛春玉说完，大家都神色古怪起来，纷纷看向我。姨妈说完了，那现在我补充一下，当初我就说了，那铺子我不想开了，是姨妈主动说她愿意开。我交给姨妈的时候盘了账，外面没有欠1分钱的货款，我和姨妈签了合同。这1年姨妈赚了亏了都是姨妈的事情，她当时是签了字的。但是前些日子我回来接手了超市后，姨妈说没赚到钱叫我开工资，不开工资就不做了，这没道理吧？姨妈后来也就走了。当时盘了超市的账，比之前姨妈接手的时候少了2万来块钱的货，我没计较。可是前几天突然有几个没跟我合作过的新批发商找上门来要债，他们说我的超市过去1年从他们那里删欠了12万多的货款，他们让我给钱，我不可能认账，所以他们找到乐乐姨妈，并且听说是去法院起诉了姨妈。姨妈，是这样吧？难道我不要工资的吗？我一天从早守到晚，算1万块钱1个月也不算多吧？所以姨妈，你并不是还不上人家的货款，而是自己从供货商那里拿了10几万的货，抵了1年的工资，是这样吗？是又怎么样？那都是我应得的。外公外婆对视一眼，脸色难看的看向葛春玉。你都跟嫣嫣签合同了，那就是你的事儿，你干什么不还钱让人家找嫣嫣呢？
我这不是没钱吗？你外孙子现在没房，连老婆都讨不上。我听说嫣嫣最近做大生意了，一单就赚几十万呢。她来出这个钱也行嘛？我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的谣言，可我就是一单赚几千万，那也是我赚的，和这钱没关系，我也没道理给你还债。哼，你一口一个法院的，你父母过世，按法律来说，你外公外婆也是要分遗产的。你父母出了车祸，法院可是判了将近100万的赔偿款呢，你外公外婆1分钱都没拿到。1年过去了，你提了一句吗？我不过是拿了10几万的货款，你还上不就行了？大家心里知道就行了。你怎么还好意思追着我要钱，非要我说破吗？我只觉得一颗心逐渐凉透，原来葛春玉这样做竟是这个原因。我再开口哽咽了。我父母出车祸，法院是判了95万，可1分钱也没给我。那个肇事司机根本就没有钱，当初为了救我爸妈，家里那点存款都花光了，我到处借钱，大家都知道吧？所以还有什么遗产能分？骨灰吗？你不是还有那栋楼吗？那不算遗产吗？托姨妈的福，当年外公外婆拆迁分房，舅舅3套，姨妈2套，外公外婆留了1套自住，轮到我妈只给了这块地。房子是我爸爸借钱修的，当初房子办证的时候，我爸直接把房子落在我名下了，所以这房子不算遗产，跟姨妈没关系。那地还是你外公外婆给的呢，怎么就没关系了？说起遗产，外公外婆最有发言权，这事儿你们是怎么决定的？外公外婆尴尬地对视一眼。你父母的东西留给你了就留给你了，我们不要。至于这货款的事情，你和你姨妈商量着来，你姨妈也不容易。都到这份上了，外公竟然还帮着姨妈说话，我心里又凉了一点。原来偏心从来都是没道理可讲的。外公外婆都说不要，你却认为你该分12万多，这是什么道理？葛春玉这时候也意识到自己讲道理讲不过去。那我就是没钱，他们告我，大不了我也坐牢去。妈，你要真去坐牢，我就绝对不会放过他。表哥谢玉林面目狰狞地盯着我，一副我不帮忙就弄死我的架势。我看着一直不肯帮自己说话的外公外婆，缓缓开口：如果姨妈非要这样，那就法庭见。大不了这超市我不开了，这房子我就空着，反正我一个吃饱全家不饿。至于你说杀人放火，我就更无所谓了，反正我也没人疼。妍妍，你看这样行不行？这12万货款我确实是还不起，我刚给你表哥买了房，交了首付，还要还房贷，这钱我出一半，你出一半。原来从我这里薅走的钱是给废物表哥买房了。到这里我心里也有数了。我想了想，从包里掏出了那份准备好的绝情书。我这心也冷了，反正是没有人心疼我的。我这里有一份协议，只要你们都签了字，这一半的钱我来出。葛春玉一听有戏，第一个抢过去协议。看完后，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只要你帮我还了这6万块钱，从今往后我们两家跟你毫无瓜葛。你想跟我们彻底断绝关系？难道以后外公外婆的房子还有我一份吗？或者你万一有什么意外，家里的财产继承还准备分一杯羹给我吗？最终在葛春玉的撺掇下，他们还是签了协议。我冷笑着看着这一切。宴席散场后，我掏出钥匙上了车。是一辆新车，这车10几万呢。嫣嫣啊，你都有钱买车了，还跟姨妈计较那点小钱？我就是一单赚1000万，那也是我的钱。你家新房首付是用我超市的名义赊欠货款凑的，你也不分我一半，不是吗？走啊！都要跟你断亲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他们竟然还一副吃亏了的模样。我笑而不语，目送他们离开。回到家，躺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当年他们遭受过的委屈。我对着黑漆漆的夜默默说了一句：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活得很好。第二天临近中午，我接到了第一个送货电话，是棉衣棉鞋都到了，1万套棉衣棉鞋，直接将库房都塞满了。亏得棉衣棉帽还能将空气压缩出去，否则根本装不下。收完了东西，我打开了后门，傅天很快进来了。看到满满当当的2个拖车的棉衣帽，傅天也吃惊。真的这么快？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厉害？竟然1天时间就弄来了1万人穿的棉头帽。你赶紧弄走，接下来还有锅碗瓢盆，还有棉帽子和压缩饼干，你还要再来2、3趟才能拿完。傅天这才快手快脚忙活起来，
好在富田那边有许多将士可以卸货，效率倒是极高，很快就将棉衣棉帽都弄走了。等忙活完，天都快黑了。见富田一副累坏了的样子，我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要不我请你吃饭？你这里还能吃饭？那有何难？我直接热了2盒自热米饭，鱼香肉丝饭、牛肉笋煎饭、回锅肉饭、台式卤肉饭。我估摸着富田胃口大，直接弄了4份。富田眼睁睁看着我将冷水直接倒进盒子里，再将一个小包丢进去，把干巴巴冷冰冰的饭菜放在上面盖上。不多时，那里面就有热腾腾的蒸汽冒出来。再过一会儿，我掀开盒子，一份热腾腾香喷的饭菜居然就好了。尝尝。我乐呵呵地将其中一份推过去，富田犹犹豫豫拿起了勺子尝了一口，下一秒他的眼睛都瞪大了，再也没忍住，呼啦啦将3份饭吃了个干净。很快到了晚上9点多钟了，很晚了，要不你先回去，还需要什么明日再来。富田这才恍然起身准备告辞，那我就先走了。但嘴里说着要走，眼睛却四处看，显然还是不舍得走。看到重新放满了的货架，富田再次选择清空，连带着自热米饭一起将所有的东西都打包带走了。富田要给钱，我表示不必，他之前给的太多了，自己不好意思再要钱。富田却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若是不够了，你随时告诉我，我不能让你吃亏。我点点头，这互相信任又暴力的生意啊，简直是太让人高兴了。第二天整理了一天的货，正准备吃晚饭时，后门就传来了叮咚声。我抬眼看过去是富田，他今天穿一身灰色短打衣裳，头上也是一条灰扑扑的布袋束发。我愕然地看着他，今天是个什么造型？我就知道你会惊讶，我是悄悄从营地出来的，朝廷的钦差来了，让我明天一早就回京城。看来我真要成为质子了。今天偷偷跑出来，看看还能给傅家军买点什么，所以穿成了这样。我怕傅家军日后遇险，我却不在身边，想问问你，可有什么能帮得上傅家军的东西？我仓促之下哪能想到旁的，我举目四顾，目光突然落在了墙角的人字梯上，好像有一种铝合金的消防楼梯，那东西能弄得很高，或许他们可以用作工程梯。你等等，我出去一趟，若是有，我连夜给你弄过来，你过1个时辰再来。我在地图上找到了一家卖消防楼梯的店，立刻驱车过去买了消防楼梯，还买了攀爬用的钩子，套在脚上的攀爬利器，钓鱼佬用的头顶小伞等等东西。东西交给富天的时候，我一边说这些东西的用途，一边问富天是否能理解。富天当然能理解，这些都是宝贝啊，又结实又实用。有了这些东西，傅帅就能找当地的铁匠想办法复制，以后批量用上也不难了。我傅家军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以后但凡你有需要的，我一定尽力而为。不必客气，我们是互惠互利。时间紧迫，富天拿了东西就走了。我很慷慨地让他再次清空了货架上的各种吃食，其中包括好几大包棒棒糖。富天感激不尽，临走时他告诉我，明天跟我一起回去的还有朝廷的使者，我不敢贸然失踪，所以我大概需要10天时间才能再次过来。下次你也可以带点瓷器、玉器啥的。我会想办法弄一批先给你，你明天早上就把门打开吧。果然第二天早上，我刚开了后门，富天就很快进来了。我看到富天拿进来的东西，眼睛缩了缩。只见富天将怀里2个瓷罐放在柜台上，这是我从这次的战利品里挑出来的，这2个样式最好，一点瑕疵都没有。还有一些，你且等等。说着，富天又出去了。不多时，我面前就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让我惊讶的是，其中居然还有几匹布料。这一匹是面丝的料子，你看看可用得上。还有这个，只见盒子里是一盒玉佩和玉扳指。我看着那一盒子各种玉饰，还有薄如蝉翼的料子，眼下心中的震撼，点了点头。多谢你了。说什么多谢？这东西若是不给你，钦差就都带去京城了。而且有些瓶瓶罐罐钦差都看不上，最后只能丢在军营腌咸菜了。既然你用得上，我自然是紧着你来。放下所有的东西后，富天似乎很着急，转身又告辞了。将所有的东西放进了最里面的仓库，确保旁人看不见拿不到，我才放了心。知道接下来10天富天不会来，我倒是也不着急了。我继续守着铺子，期间葛春玉来过一次。你都赚钱了，能不能借我6万多，先把欠款还了？从法律角度来说，自己本来就不需要承担任何债务。葛春玉怕我反悔，连另一半都不出，于是各种哭穷装可怜无用后，还是作罢了。我索性趁着这几天，将超市重新装了灯管，又将超市的货架重新换了一茬。靠近大门的地方还放了一套4人位的桌椅。一番修整过后，整个超市瞧着都焕然一新。修整完毕后，我收到了法院的通知，魏翔把我也起诉了。因为有了我事先的警告，葛春玉没怎么纠缠，我直接当庭给了6万，就算了结了这件事。从法院出来，我伸了个懒腰，
只觉得浑身轻松。我回到家，照例开了前后门，坐在柜台后面守铺子。一下午营业额没多少，来关心我的邻居们却来了好几波。叶玉斌听我说了以后，他松了一口气。我听说这地方准备拆迁，你能几万块钱了断了跟那边的关系，签了以后不涉及财产分割的协议是最好的，免得到时候他们又来闹。你说什么？这事儿你知道就行了，可千万别往外传。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很犯愁，我不在乎拆迁那点钱，也不怕外婆那边的人闹。我担心的是，如果拆迁了，傅天还能找到我了吗？没成想在不知不觉间，傅天在我心里已经这么重要了。我蹙眉犯愁的时候，突然听到欢迎光临的电子提示音响起，我惊愕抬头，却对上一张近在咫尺的脸，竟然是傅天进来了。他身穿褐色织锦袍服，头戴玉冠，似乎是喝了点酒，面颊微红，眼睛湿润，脸上却还带着笑。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这是到京城了？还没到，后天能到京城。今天进了一个州府，当地知府招待，他们都喝醉了，我也装醉回了院子。那我给你拿点蜂蜜茶。傅天走到圆桌边坐下，还不忘打量明显变了样的超市。这超市不一样了。超市这几天装修了一下，你喝点这个，能帮你更快的解酒。喝了酒的傅天很听话，喝了2口蜂蜜柚子茶。我这从今往后啊，就有桌椅了，你什么时候来都成，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做。傅天看了看面前原木的桌椅，心情立刻就好了，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可是我的大主顾，这点小事儿算什么？聊了一会儿，傅天强撑着困意起身。你这样能回去吗？要是实在不行，就在这儿歇会儿吧。傅天眼神不由自主看向楼上，眼中全是诚实的向往，嘴里却全是责任。我要是不回去，那些人找不到我，会起疑心的，对傅家军不好。我明天找机会再来。我有些担心的目送他出了后门，想了想，索性后门就没关，反正后面是个死胡同，只有傅天能进来。那边傅天却在从超市出去的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外面有人在看守。他是在自己住着的院子里进的超市，晚上院门特意关上了，外面那些人倒是没进来。傅天心中冷笑一声，回房睡觉。我早起后发现傅天并未出现，心中很是忐忑，也不知道昨夜他回去怎么样了。又想到他说今天会来，索性也给他准备了一桌子的吃的。眼看着到下午3、4点了，傅天依然没有出现，我开始坐立不安，直到晚上9点，随着一声欢迎光临，我忽地站了起来，看向后门，他来了，人还好好的，我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傅天看着我和我面前的外卖饭盒，你还没吃饭？一说到这个，我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这是给你点的。傅天不明白我怎么突然不高兴，开始大吃特吃，呼啦啦将饭菜吃了个干净，这才拍拍肚皮。我饱了，明日我便要进京面圣，以后恐怕就不能再来这里了。届时陛下许是会给我个闲职，同时也困住我。傅天看了看那满满一货架的各种吃食，你这里的吃食我不能带出去，只能等下次了。我想了想，从货架上拿了一包松花糖。你们那里有没有这个？有的，只是略有差别。我们那边卖的米花糖不舍得放这么多的油。你把塑料外装去了，里面是纸包的，无聊的时候拿着吃。明天我进一些你们那边买得到的零食，能让外人看不出来明显不同，味道却又不一样。傅天眉眼带笑，显然十分高兴。那我走了，你早点休息。我不锁后门，你要是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来。晚上也不锁吗？不锁，反正除了你也没人能进得来。你若是需要什么，只管拿。我不在的话，你要什么东西，如果这里没有，可以在柜台那里留言。傅天的繁体字认起来有些难，却也有办法。对上我灿烂的笑容，傅天眼底有些发热。他们父子2个会大梁南征北战，流血流汗，皇帝陛下不说嘉奖，却先提防。可眼前我这个明明只是买卖关系的怪异姑娘，却给予了他极大的信任。多谢小姑娘。我热情跟傅天挥手道别。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身为尊贵且唯一的至尊 VIP， 傅天配这个待遇。毕竟这一屋子的货加起来都不值1个金锭。第2天我没有开超市的门，而是在外面逛了一天，寻思看看市面上有没有傅天能用上的东西。可到晚上回来，我开门时却震惊地发现后门口躺着一个人，浑身是血，是傅天。我手忙脚乱地冲过去查看情况，傅天还有意识。看到我冲过来，他声音很虚弱：“那个止血的药还有吗？给我来点。”我家里哪有那个？我现在去给你买，你一定要挺住！随即我抓着手机，慌乱地冲出了家门，往春天大药房冲去。这时叶叔的大药房正准备关门。叶叔，等等！怎么了？这是？
我要那个止血药粉，还有那个免缝针伤口敷贴，还有消炎药。身上有伤口，该吃什么消炎药才能不发烧？对了，还要绷带。谁受伤了？我肯定是不能说实话，话到嘴边拐了个弯。我有个朋友跟人吃宵夜起了冲突，被人用啤酒瓶划破了胳膊，他不愿意去医院，让我给他送药过去。叶玉冰蹙眉，到底还是将药给了我。这种情况还是去医院安稳一些。你先把药给我，我去劝他去医院。等拿着药飞奔回超市，傅天已经快要昏迷了。我拿来了柜台上的剪刀，给他剪开了身上的衣裳，酒精消毒，药粉撒在伤口上，再用那个免缝针敷贴给他粘贴上。好不容易将人收拾完，我累出了一身汗。缓过神来，我咬咬牙，先将地上糟烂的袍服和血渍都清理干净，就从楼上抱下来2床被子，一床铺着，一床盖着，扛他上楼。我是扛不动了，忙活完一切，我又转身上楼去抱了一套被子下来。我要在傅天旁边打地铺了，他受伤太重，要是半夜死在这儿，我这超市唯一的大客户可就没了。这一夜，我擦酒精监控温度喂退烧药，忙得焦头烂额。好不容易天亮时，他的烧退下去了，我也累坏了，一咕噜滚在自己的地铺上睡得香甜。而等我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对上一张近在咫尺的大脸盘子。傅天醒了，我赶忙爬起身。你好些了吗？小姑娘，我身上的衣裳呢？我用剪刀剪坏了扔了，你的伤口是我处理的。我总不能去外面找大夫给你吧？到时候我如何解释你的来历？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傅某无以为报。月，哎，你可别碰瓷啊！我只是救了你，你千万别胡思乱想。我转头呸了自己一声，又换了个说法。不就是看了你的身子吗？我们这里对这事儿看得没这么严重。如果是报答救命之恩，最多送点礼物表示感谢就完事儿了。我的暗示都快成明示了，他该懂了吧？给钱就行，给东西也行啊。傅天的神色却变了。你救过几个人？大哥，你的关注点出问题了。当然只救过你一个，我这儿很安全，这种事情一辈子都碰不上2回。如果出了这种事，会有官差第一时间赶来，几分钟半炷香就到场了。他也没再执着于以身相许，而是开始关注另一个问题。你这里可有男子的衣物？我也觉得尴尬，马上上楼把老爸的衣服找出来拿给傅天，又给他在货架上拿了一双崭新的塑料拖鞋，就马上去厨房做饭了。一起吃饭时，看他泛白的唇色和缓慢进食的动作。你这伤势至少还要养一段日子，你不是说进宫面圣吗？怎么伤成了这样？应该是二皇子的人干的。你怎么知道的？陛下不会想让我死，毕竟我死了，陛下会担心我爹造反，对他来说，活着的我比死了更有用。太子也一样，毕竟这天下终归要传给他，乱起来对他没好处。3皇子目前依附太子，4、5、6、7皇子年纪还小，只有2皇子大概是最希望我爹造反的。他母亲外家本就是将军，若是我爹反了，陛下一定会倚重他外家，届时他就有了机会。所以你看，想让我死的人不少，但想让我活的人也有。那你打算怎么办？吃饱了的傅天脸色终于没那么难看，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得回去。现在吗？我当时被人围攻追杀，奋力杀开一条血路，心中默念你的超市，才逃了进来。现在街面上几乎没有人，正是出去的最好时机。可你现在还一身都是伤，没事吗？有了这一遭，想来陛下会叫人保护我的。再说我也有亲卫，只不过这一趟回京，为了避讳，没有跟我同行，想来也快到京城了。我只好点头。我不是傅天，没办法为他做决策。傅天却又想到了什么似的。陛下赏赐了我一对玉如意，还有黄金500两，过2天我都拿来给你。你不是说要用钱或者用东西来表示感谢吗？傅天说这话的时候，眼角含笑，我罕见的尴尬了一瞬。原来他之前都听明白了呀。我笑着答应下来，就连给他量体温和查看伤口都心情愉悦。不得不说，傅天的体质是真的好，明明昨晚还重伤垂死，这会儿伤口却基本合拢了。想来再换一次药，再用那个敷贴固定住一段时间，应该就能好起来。可我给他重新换好药后，傅天却拒绝再用那个敷贴。这东西不能叫人看见，等我回去了，会有人给我处理和包扎的。你再吃一次消炎药，这东西可比你那儿的药见效快。傅天的眼睛又看向了放零食和货架，现在他可都吃过了，
知道哪种最好吃，想起那个味道就有些流口水。我看了一眼他目光的方向，毫不犹豫地拒绝。这些你最近都不能吃，想都不要想。等你伤口愈合了，你再来，要吃什么随便拿。我这伤，陛下定然会加派人手看着我，我可能好些天都不能再过来了。我看了一眼他上身一道道狰狞的伤口，也默默点头。众目睽睽之下，他确实不方便过来。没事，我反正都在这里，这个门随时开着，你能来的时候直接来就是了。傅天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服，这衣服穿过去不合适，可还有别的衣服？我看了一眼那海岛风沙滩服，确实不合适。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给你买那种风的衣服。接着我在地图上搜索起来，找到了一家动漫服装店，买了一套衣服。傅天换上后就匆忙离开了。另一边，傅天缓步走出巷子，看着昨夜曾经对战的大街，尸体都已经被清理掉了，血渍也已经被清洗过，但下一秒他就昏倒在了地上，鲜血缓缓进出，很快就湿透了衣裳。傅天刚走，我就开始在手机上搜索各种保命利器，什么锁子甲、防刺手套、防弹背心，价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实用，能贴身穿着还不叫人看出来。他可是自己未来发家致富的关键人物，一定要保护好啊！千挑万选，终于选到了合适的东西。我每种都买了一件，准备等东西回来后让傅天自己挑选。另一边，傅天到晚上才清醒了一会儿，看到是在元帅府，他放下了心，眼睛一闭，彻底昏迷过去。已经结痂的伤口崩开了，鲜血直流。牛大夫正在给傅天清理伤口，嘴里还啧啧有声。这伤口瞧着这么深，竟然没有化脓嘞。牛大夫将伤口清理完，从怀中拿出了一包药粉，倒了一点在傅天的伤口上，又拿出一个免风针敷贴，贴住了傅天的伤口。旁边的亲卫看在眼里，连连点头。在军中的时候，牛大夫您就是这样给我们处理的。他处理完了傅天所有的伤口，又将2粒消炎药塞进傅天嘴里，用水送下去，这才说道：务必保护好傅将军，关于那神秘铺子和里面的东西，一个字都不许跟外人泄露。那晚过后，傅天身边的亲卫开始对元帅府严防死守，不管是皇上还是太子的人，只要是外人就都拦在了门外，一切等傅天醒来了再说。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每天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等傅天来，可是过去了20天都没有他的消息。我在想，他不会回去后又遭刺杀了吧？那可是我的 VIP 客户啊！随即又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今天我打算给傅天弄点蜜汁烤翅，随着外卖送过来，我依旧坐在店里边吃边等。到了晚上11点多了，我望着后门，依旧没有出现他的身影。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来，正打算收拾东西上楼时，一道熟悉的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是傅天回来了。我控制住内心的狂喜，眼眶微红。这几天你都去哪里了？是不是忘记还有这么个超市了？也行，那这顿就当散伙饭吧，我去把烤翅热热。而傅天只顾着站在那里看着我傻笑，随即他看着桌子上面的烤翅，有些惊讶。这是鸡翅膀和鸡腿，怎么这么多？一次要杀很多鸡，不必如此破费的。不用的，我们这里的鸡翅和鸡腿是可以分开买。解释了好大一番关于一只鸡拆开卖的原因，傅天才明白烤翅和炸翅的味道实在香，他立刻开炫，吃得不亦乐乎。吃饭的间歇，我才知道这些天都发生了什么。我不是不想来的，上次在回去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昏迷。二皇子见我没有死，再次派人潜入我府中要刺杀我，正好和皇上留给我的安慰打一起了。太子煽风点火，皇上震怒，这次就直接把二皇子流放了。那以后你们那边的掌权上位者是不是也更有理由往你身边派人监视了？相反，皇上撤走了所有监视的人，毕竟我是受害者，面子上的功夫还是要做足的，也要给傅家军一个交代。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你看，我给你买什么了？我拿出了前2天到的各种防刺杀装备，好几个款式的防弹背心、防刺手套。我一边拆开一边介绍。你看这背心，是能防刺穿砍伐的，你穿上试试看能不能穿。还有这个防护手套，款式不一样，材料也有些不同，你看哪些比较好，你就带走。傅天看着这些东西，又上身一件件试穿，都是他能穿的尺码。萧姑娘是真的用了心思了。你这些全都是给我买的吗？这些都是我送给你的，你如果用得上只管拿走。你也看到了，款式买了好几种，你挑你喜欢的带走就行。你是我的客人，你要是死了，我这损失可就大了。傅天最终挑出了一件防弹背心，背心不厚，
穿上外衣以后也不大看得出来，但是这背心却将他的前胸后背关键部位都遮挡住了，这可真的是能救命的东西。还有那个防刺手套也拿了几副，一般的匕首刀剑肯定都扎不进去。傅天点点头，这东西好，能再帮我订50套吗？我分给部下，等我忙过了这2天就过来拿。我看在他是大客户的面子上，立刻就一口答应下来，飞速扒拉起计算器，嘴里念叨着这50套装备能赚多少利润。清脆的按键声在这深夜格外响亮。傅天被我这财迷的架势逗笑，将2个匣子推给了我。衣服的费用我下次来给你，这2个是送你的礼物。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上面的匣子，是一对玉如意。下面的匣子打开一看，我却吓了一跳，这里面是50个十分精美的羊蹄形金锭。这东西不管从形状还是精美程度，都比之前见过的金锭要精美许多。这东西怎么跟从前的金锭不一样？这是临地金，皇帝陛下赏赐给我的，珍贵无比，却根本不能花用，和我这个人一样。听着他略带自嘲的语气，我心里忽然有些发酸。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他手握重兵，却被君王猜忌，处处受制于人。这金锭就是他处境的缩影，看似风光无限，实则寸步难行。想要打破朝堂死局，他必须学会以退为进。果然，为了彻底打消皇帝的戒心，傅天回去后没多久，就传出威名赫赫的傅大将军竟想要做胭脂水粉生意的消息。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满朝文武目瞪口呆，背地都笑话他。皇上虽然也很惊讶，但是也乐于傅天这样的变化，并给了500两银子，让傅天当做本钱。目的达到后，傅天马上就来找我分享这个好消息。我来跟你谈生意的。什么生意？傅天将做生意的事情解释了一番，我眼前一亮。这些东西我们有啊，还很多。你要什么样的？我什么都不懂，你看看什么合适，我就弄些回去给他们看看。那你等等，我出去一趟，各种各样都买一些。我抓了车钥匙出门，直奔步行街。那边有连锁的平价化妆品品牌，有500毫升装的维生素 B5 大白罐、保湿修复面霜，用刀削的眉笔、古法胭脂可以做腮红和口红。1小时后，我拎着各种东西回来了，叮叮当当一大堆。傅天看着面前的一大袋子，整个人都是茫然的。这些都怎么用？我也不解释，直接将那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在桌子上摆开，根据网上的信息逐个介绍起来。过了片刻后，傅天还是不太明白。我虽然不是很懂，但是这些东西拿给寻常会装扮的女子，她们应该会用的吧？应该没问题，都是往脸上涂抹的，古今同理。傅天直接点头，就是这个大罐的，用这个容易穿绑，要换个瓷盒才行。我秒懂，大罐的是维生素润肤霜，用塑料瓶装的，实用是实用，但傅天那个朝代没有，这就不行。我又在网上找了定制瓷盒的图片，这个样子的一大瓶，拆分成10盒卖，能行不？看着精巧又颜色各异的瓷盒，傅天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又说了一些经营上的细节，傅天听得连连点头。我现在不担心这东西不好卖，我只担心一件事，如何让这些东西长期出现在那边，却不被人怀疑。我可以找钱老拐来做戏，他原来是戏班班主，但是我在杂书中念过关于西洋商人的描述，他们眼睛大多是蓝色的，头发大多数是红色和金色的，钱老拐肯定不符合。我却笑了，这好办，我给他买一副隐形眼镜就行，要什么颜色有什么颜色，头发也可以染色。什么叫隐形眼镜？正好我自己就有，我上楼拿下来，当场带给傅天看。明明刚刚还是黑眸的眼睛，不过戴上了一个薄薄的膜，眼眸就成了灰色。怎么样，是不是看不出来？厉害！染发用这个就可以。我说着打开了网购软件，让傅天看染发视频。一头斑白的黑发很快被染成了火一样的红发，这个大问题解决，剩下的就是采购了。我直接打开网购界面，让傅天挑选，下了一大堆订单，总共加起来有几万块钱。我回京后手上没银子，要先欠着，身上的几百两银子最多也只够租个铺子。不用着急，等你赚了钱再说。若是不赚钱，就当我送给你的。我有现代社会知识，想找什么买什么都极其方便。傅天跟着也开了眼界。我想了想，以后你来我这里，我教你怎么用手机搜索你想知道的东西。能行吗？我早就想看看你的那个手机了，一个连书本大小都没有的东西，里面不仅可以买各种东西，还能查各种资料和讯息，更能相隔108000里也能随时联系。若是我和傅帅一人手里有个手机，联系起来多方便。陛下，但凡有任何傅家军不利的讯息，我都能随时通知傅帅。手机你只能在这里用，在你那边是用不了的，因为你那边没有信号。我又用10分钟的时间绞尽脑汁解释什么是信号。等傅天和我兴高采烈聊得告一段落，又快11点了。
傅天赶忙告辞离开了。看着他彻底消失在后门的背影，我开始在手机上盘算起明天去哪里给他加急采购那50套装备。第二日早起，傅天吃过早饭，带着婢女秋月来到留香街。这条街上大半都是卖脂粉首饰和衣料成衣的，女子寻常最喜欢来这边。傅天很快就找到了一家不大的铺面，并让叫来了那家铺面的管事。等了1个时辰左右，秋月回来了，旁边还跟了个管事模样的瘸腿男子。来的是宁远侯府的廖管事，他将铺子门打开。这铺子不大，进深2丈，宽只1丈，后面没有院子。侯爷说了，若是傅将军要用这铺子，就直接便宜卖给您了，1000两银子。傅将军觉得如何？可我没那么多银子。廖管事常年在外行走，自然听说了傅天昨天的壮举。他警惕地看了一眼铺子外，见有亲卫把门，这才轻声解释：侯爷说了，元帅和将军父子爱兵如命，家中那点福财都拿去贴补军中将士了。这银子若是一下拿不出来，也可以过半年再给。傅天心头火热，只觉得血都要烧起来了。纵然皇帝陛下各种提防，百姓却都不傻。他们看得到傅家愿意为了朝廷的军队倾囊而出，是一心想要大梁安康，百姓安居乐业的。那就代我多谢侯爷。签完租约，这家铺子就交给秋月打理了。回到元帅府，傅天将自己关在书房，画了几张草图后，总觉得哪里不对，索性又来了超市找我。我再次看到傅天有点惊讶，怎么这时候来了？我今天租到铺子了，想找木匠来弄一下，可我怎么画都不是那个样子。傅天有些沮丧地递上自己画的图，我看着那歪歪扭扭的图陷入沉默，索性直接抄起一支铅笔。你先说说看，那个铺子多大？宽1丈，深3丈。我拿了个尺子画框。这个是你的铺子。假设你现在正在天上看着你的铺子，它是这样的。我一边解释，一边跟傅天商量如何布置店铺，还从网上搜索了许多药妆店铺的装修效果图。傅天挑了其中一个，我就开始比照着铺子的样式给傅天画规划图。等图画完，我也解释完了，他听起来并不费力。傅天却还有新问题没解决。铺子的招牌，你说叫什么？你身为质子，就该表现的贪图喜乐、不思进取，你就更应该弱化傅家的存在。不如就叫淘淘记，是乐淘淘的。淘淘记，淘淘好，那就叫淘淘记。我叫人送点饺子过来吧。随即我一口气点了5份饺子。傅天实名羡慕在手机上戳一戳就能吃到东西。饺子吃完后，傅天匆匆离去，他要去装修铺子。我却在之前下单的瓷盒订单中找商家商量，能否在每个瓷盒上都印上淘淘记3个字。商家爽快同意。3天后，我订的东西都送来了，4大箱东西。当傅天看到4大箱东西时，也愣住了。这个是匀称肤色、遮盖斑点的，这个是口乳，也能用作胭脂，这个是眉笔。包装也很重要，马卡龙色的瓷盒配上圆润的淘淘记3个字，让傅天眼界大开。这盒子一定不便宜吧？你回去卖的话，那就是100文一个的瓷盒。你瞧瞧这些，拿回去能不能行？怎么不行？太行了！傅天离开后，就马上来到了一个京城外的破旧院子里。一身褐色短打衣裳的钱老拐，满脸皱纹笑得谄媚。前几年，钱老拐一家5口组成了个戏班子，遇上了山匪，是傅天如同天神降世救了他们一家。这时，傅天拿出了一套精美的瓷盒给钱老拐看，将自己要开店的事情跟钱老拐说。钱老拐立刻就明白过来。您是希望我演一个西洋人给您铺子里供货？可我哪里看也不像个西洋商人啊！山人自有妙计。1个时辰后，钱老拐看着铜镜中自己的满头红发和蓝色眼眸傻眼了。隐形眼镜这种东西虽然少见，可用起来却并不难。他很快就适应了，穿上一套西洋商人的白袍，冲着傅天行礼时，傅天眼中闪过惊艳，有那味了。半个月后，淘淘记的装修基本完成，别具一格的装修让所有人目瞪口呆。另一边，玉带河畔的码头上，一条船上突然传来一阵骚乱，人们议论纷纷。只见一个大鼻子、红头发、蓝眼睛的瘦削老者正在下船，此人正是假扮西洋商人的钱老拐。这时，傅天的亲卫队长上前拱手：“西斯老板，我们将军等您好久了。”随后，一行人护送着骡车前往暗香街，码头上面的人也跟着想一起瞧瞧热闹。来到了街上的一个新铺子面前停下，门头上挂着的淘淘记脂粉铺子招牌格外显眼。西斯老板指了指其中一个箱子：“这里头是你要的琉璃。”傅天上前开了箱子，从里面小心翼翼捧出了一块切割打磨的玻璃，完全透明的材质和平整度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傅天招呼亲卫上前，将钢化玻璃放在了柜台上的凹槽中，里面的东西清晰可见，外面的人却够不着了，只能看不能摸。接着又掏出了一叠6边尾形的薄片，放进一个雕花的特制木头框内，一看之下真清晰。就在众人惊呼时，秋月已经将镜子拿着走到了众人面前，俏生生的解释：“凡是来我们铺子购买脂粉的贵客，
都可以享受梳妆服务。天爷啊，这家铺子居然如此神奇，不仅布置的别具一格，就连里面的脂粉瞧着也格外贵重。是啊。店铺布置完毕，傅天自己却拿了一大匣子各种东西往皇宫而去。皇帝陛下听说傅天来求见，也很是好奇。杀猪匠出身的傅天要开脂粉铺子，成了京城人的笑话。如今他却要进宫来求见自己。傅天一进御书房就行了个大礼，将一个锦盒呈上，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是一个个瓷盒。傅天上前一一介绍。这个是不同颜色的各种胭脂，可以抹脸，也能抹嘴。这个是西洋镜，比铜镜更清晰。皇帝陛下看着软镜子，满眼惊奇。这东西你是从何而来？傅天将之前编好的山匪手中救下一个西洋商人的故事说了一番。皇帝陛下没有过多的怀疑，将那些脂粉和镜子给各宫送去，自己只留下了一面镜子，还让大臣们轮番传看。看到能将人照得那么清楚的镜子，大臣们也很震惊。这西洋货有点东西啊！下午时分，大臣们议事完毕，各自回家。第一时间就将家中的当家主母叫过来。杀猪匠的脂粉铺子明日开张，你带着家中的女眷们过去捧个场，别的无所谓，那个镜子一定要买。是。第二天是陶陶祭开业的日子，门口围满了人。前一天大臣们之间的宣传，让很多贵族家的主母和姑娘们都充满了好奇。结果店铺的货很快就都卖空了，随后的半个月都供不应求。这天我刚拿起手机准备叫外卖，就听后门响起了提示音，傅天拎着食盒过来了。这是我府里厨娘做的，我特意带过来给你尝尝味道如何。我见状赶忙从厨房拿来碗筷，凉拌青菜味道很清爽，蒜泥白肉切得极薄，蘸上蒜泥酱汁，味道是真好。还有蒸鸡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的香味。你若是喜欢，以后我经常带饭菜来给你吃。好啊，要不下次我给你一些点心，你带回去给那位厨娘尝尝，若是能复刻出来，以后也是一个销路。傅天一脸崇拜地看着我，都听你的。随后又送进来2箱金锭。萧姑娘，这批金锭一方面是付之前的货款，一部分是后续的货款，另一方面还需麻烦您一件事。我想麻烦您帮我再买一批防刺的背心和手套，我想给部下他们一人配备一套。我看着满满2箱金锭，自然是一口答应。当着他的面，现在网上又订了1000件的防弹衣和防刺手套。傅天见事情办妥，这才心满意足的先告辞回去了。他前脚刚走，我又听到门外的快递员说有包裹，是我网购的珍珠到货了。光靠那些胭脂水粉，形式太单一了，总得进点能镇得住场子的高级货。珍珠在那个年代可是很稀有的，所以我早早便预定了这批货。根据傅天所说，珍珠不能要最好最大的，只能比寻常略好一些的，免得引起京城世家和皇帝的怀疑。我进了各种大小、各种光泽的寻常珍珠，同时又进了比较高品质的净源、无瑕的各种颜色大珍珠。签收完这批重头货，妥善归置好。我看这会儿没客人，便锁了前门出去溜达。回家的路上，我路过一家糕点铺子，买了一些桃酥和蛋糕、绿豆糕之类的7、8种口味。到家后，竟然看到傅天已经又坐在那里了。我将一兜子点心放在桌上，这是我给你家厨娘买的，回头带回去让她尝尝。傅天手却很诚实地打开了点心盒子，这个好吃，甜而不腻。这个咸味的怎么还有股葱花香味？看着堂堂威震天下的大将军，此刻却像个护食的仓鼠一样，连着干掉了3、4块糕点，我不禁觉得好笑，又将1箱子珍珠推过去。这个到货了。傅天看着面前的1箱子珍珠，有些震撼。这样一串匀称的珍珠项链，少说也要纹银100两，那些紫色和黑色的更是几百两都算少的。最大的这些珍珠，我其实也不敢卖，皇上都没有这么好的。傅天边说边挑出来2颗白色的大珍珠，这2颗我就说是西斯老板送给我的，献给皇帝吧，也保个平安，同时也算是跟京城大小的世家宣告自己要卖珍珠了。你那边的事情你比我更懂，你拿主意就好了。傅天拿了珍珠，直接往皇宫而去。御书房内，傅天双手高举，将一个锦盒呈上。圣上，末将今日送走西洋商人西斯的时候，他卖给臣1盒子珍珠，这是其中最大的2颗，末将就想来献给陛下。皇上打开一看，吃了一惊，竟是拇指肚大小的一对走盘珠。单独这样大小的珍珠宫里倒是见过，但是2个同样大小，还都很圆润，色泽也一样的就没见过。皇帝陛下似笑非笑的看了傅天一眼，这样珍贵的东西你给了朕，岂不是亏本了？傅天昧良心的瞎话张口就来，末将有什么好东西，自然第一个就想到了孝敬陛下。皇帝陛下听了他这瞎话，神色这才真正舒缓下来。拿一套朕用的文房4宝赏给傅卿家。傅天行了大礼，接了赏赐，这下危机彻底化解了。朝堂再无人怀疑这位沉迷生意的将军了。
他高兴地回来到我的超市，和我讲述了宫里发生的事情。我也替他高兴，并把刚到货的防刺服和手套拿给了他。看着那些防护装备，傅天目光如炬。等我忙过了这2天，就来把那批防刺服都拉回去。我先回去了。看着他彻底消失在后门的背影，我开始在手机上盘算起后续的供货计划。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次告别之后，竟是一场漫长的失联。就在傅天回去的第2天清晨，边关突发紧急战况，敌国大军压境，皇上连下12道金牌。傅天和他的亲卫甚至来不及回复整顿，便连夜奉旨出征。那1000套能救命的防刺装备，最终也没能交到他手上。他只来得及往超市后门里塞进一张字条：边关告急，归期未定，勿念。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每天都在心惊肉跳中度过。一到夜里，我都会望着那扇再也没有动静的门发呆。古代战争何其残酷，他虽然智勇双全，但刀剑无眼，他真的能活下来吗？我在网络上疯狂搜索着各种野战急救、冷兵器防御的知识，整理成册，盼望着他哪天突然出现就能交给他。直到第105天的深夜，门铃声骤然响起，我猛地从柜台后站起来，只见一个浑身泥泞、战甲破碎的高大身影跌跌撞撞地跨进门槛，浓烈的血腥味夹杂着雨水扑面而来。他扑通一声单膝跪倒在货架旁，手里死死攥着那把卷刃的长剑。傅天！我惊呼出声，眼泪瞬间决堤，冲过去扶住他。他脸色苍白如纸，唇角干裂，原本英气勃发的脸庞上满是硝烟与疲惫。可当他抬起头看到我的那一刻，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小姑娘，我活着回来了。我看着他被砍出无数道豁口的外衣，视线落在他内搭的那件千疮百孔却依然死死护住要害的防弹背心上，那是那天夜里他唯一带走的一件装备。你给的背心救了我的命。敌军退了500里，大姐，我守住了。什么都不用说，回来了就好。那晚我没有计较任何金钱，只是流着泪为他清理伤口，煮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那场惨烈的战争和这次死里逃生，彻底改变了傅天的轨迹，也重塑了我们之间的羁绊。伤愈后，他不再需要靠开脂粉铺子来掩人耳目。皇帝因为傅天拼死守护大梁，彻底放下了对他的猜忌，留他在京城练兵，并委以重任。傅天也开始大量借助手机查阅农业、水利和冶炼技术资料。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朝代，大刀阔斧地帮助皇上推行新政。那没能带走的1000套防刺服，最终变成了武装全军的图纸。傅家军装备精良，边关再无战乱，百姓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安居乐业。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价值。我的超市成了连接2个文明的桥梁。我利用它带来的那些古代无法流通，却在现代价值连城的古董，成立了专门的历史文物保护协会，致力于古代文物的修复与文化传承。我们在各自的时空里各自忙碌着，却又无比紧密的相连。每当夜深人静，超市的后门依然会准时响起门铃声。那个威震天下的大将军会卸下一身疲惫与威严，熟练地拉开塑料椅，戴上一次性手套，啃着我刚烤好的蜜汁烤翅，分享着他在另一个时空的治国之策。最近咱们那边的杂交水稻试验田丰收了，百姓终于能顿顿吃上白米饭了。傅天笑得依然像个纯粹的少年。我递过去一罐冰可乐，你看，我用你上次带来的那卷古籍残版，帮历史研究院复原了一项失传1000年的工艺。明天还要去领个非遗保护的表彰呢。我们相视一笑，举起手中的可乐和鸡翅，在半空中轻轻碰杯。时空的壁垒依然存在，但他守着他的万里河山，护天下太平；我守着我的文化传承。在这间小小的超市里，2束跨越1000年的光芒交汇在一起，我们在各自的朝代发光发热，却又彼此照亮了前行的路。